我是假千金，真千金被找回来后，我自愿让位。养父母说可以继续养我，我说反了吧？是指着我养老吧？大哥，你将继承江家的一切，包括你的2个废物哥哥。二哥，商学院不是人待的地方，救救哥哥！真千金，你也继承一下，谢谢。正文开始，我是假千金，对这件事我其实一点都不意外，毕竟我与大哥、二哥不同，他们想的是如何花钱，而我满脑子想的都是搞钱。帮同学写作业，在班级里攒点瓶子卖钱，班级里的人都笑话我，还有家长带着嘲笑的口吻问江父，我家是不是破产了？但江父丝毫不觉得有问题，反而十分满意，经常揽着我的肩膀夸奖我虎父无犬女，反而对2位哥哥不太满意。好在我上能帮大哥江正开当僚机，下能帮二哥江彦安写作业。总之，我们兄妹的关系还算和睦。江父常常感叹，若是他们能有我一半靠谱就好。大哥、二哥却丝毫不觉得有问题，反而十分骄傲。妹妹将继承我们家全部财产，包括我们她的废物哥哥们。所以当我是假千金的消息传来后，最先崩溃的是我的2个哥哥，他俩一人抱着我的一条大腿，痛哭流涕道：宁儿不能走，宁儿走了我们俩怎么办啊？我不想上商学院，我想继续弹钢琴。二哥也眼含热泪，呜呜呜，我要继续开赛车。刚被认回来的唐开颜涨红了脸，尴尬地站在原地不知所措。我费力地拖动他俩走到唐开颜身边，然后拉着他俩的胳膊抱上了唐开颜的大腿。开颜，2个哥哥以后就拜托你了。看着这一幕，江母哭得几乎断了肝肠。在这个家里，我最害怕的就是他的眼泪。周宁，他冲上来拉着我的手臂，江家不差多养你一个孩子的。我强忍着泪水，妈，开颜今年18岁，却当了10年孤儿，若不是偶然发现我们俩被报错，还不知道要继续吃多少苦。是我对不起他，占了他18年的美好人生，若是继续赖在江家，我会良心不安的。哥哥们看向唐开颜的眼神有些仇视，我一手拉着他俩，一手拉着唐开颜，抓着他们兄妹3个来到镜子前。你俩自己看看，你们仨长得多像，还在这给我搞排外那套，收起你们的小心思，别让爸妈和亲妹妹寒心。听我这么说，江彦安最先绷不住，呜呜呜，宁儿，你走了，哥哥可怎么办啊？好在他不至于太失去理智，强忍着没把他的作业都是我写的这件事说出来。江正开长叹一口气，小媳妇儿一般抽抽噎噎。彦安，你让宁儿走吧，她不是我们亲妹妹，不会继续管我们了。好家伙，怎么搞得像我背叛他俩一样？唐开颜看到这一幕，冷着脸倒退了一步。我明白，这个家多余的只有我走就好了，反正做孤儿我也做惯了，不用你们假惺惺在我面前演戏。没等江家人反应过来，我先一步冲了出去。别介，开颜，是我对不起你，我俩早该各归各位了。说罢，我转身上楼回屋，不给2个哥哥抓住我的机会。我从屋里把行李箱拖了出来，里面只有几件没牌子的衣服和日常洗漱用品。除了这些，还有一张银行卡，这张银行卡里是我这些年做小买卖攒的钱，如果爸妈你们有什么意见，我也可以把这张卡留下。江福眼圈泛红，那点钱怎么够？爸再给你打200万。唐开颜冷哼一声，我在外面漂泊的时候，口袋里连200都没有。江父不作声，眼看2个哥哥要出头，我立刻出言将他俩拦住。没事的，你们放心，我有手有脚，可以自己赚钱。说罢，我跪在地上，郑重地给江父江母磕了3个头，感谢他们这些年对我的养育之恩。爸妈，若是日后我在街边要饭，肯定不会要到江家，但若是我飞黄腾达了，肯定会为你们养老的。唐开颜冷哼一声，好话谁不会说，假惺惺。我明白他对我有意见，若是我也会有意见的。于是我不再多待，转身出了江家别墅。我这些年攒的钱不少，有小30万，但这些钱要覆盖我未来4年的大学学费、生活费，还要当做我创业的启动资金，所以我半点不敢浪费。从江家搬出来后，我租了间每个月只需要800块的合租房，条件是恶劣点，但毕竟住不上几个月，我就能搬到学校宿舍，所以不在乎什么环境不环境了。虽然是假期，我也没闲着，一边想着我还能做点什么，一边在网上找些日结工作，甚至我还在某视频平台上传自己每日生活视频。我的网名就叫重生之我，竟然是假千金。虽然我并不知道拍摄日常能变现，只是本能的觉得这里面或许蕴含商机。我刷盘子、送外卖、送快递，当然也发传单，只不过我觉得发传单是来钱最慢的，所以并不怎么喜欢。但若是没有其他工作，这个活干干也行。本来我以为最先来找我的会是江彦安，毕竟二哥这人心智最不坚定，但我没想到来找我的竟然是袁旭，我的前未婚夫。袁旭站在我面前像个被抛弃的小朋友，你是我的未婚妻，怎么能跟别的男人睡在一起？我对着面前1.85米板寸看起来攻击性满满的男人不住地道歉，对不起，打扰你了。袁旭那张嘴还在不停叭叭，我索性抬手堵住他的嘴，把他拉回我房间。你要干什么？我怒气冲冲，来我家撒什么野？袁旭撇嘴，像是要哭出来。你凶我，你居然为了一个野男人凶我。我无语，什么野男人？那是我的合租室友。他睁着一双亮晶晶的大眼睛。合租是什么意思？我耐着性子跟他解释，合租就是我俩一起租一间房。袁旭愣住，房子还能这么租吗？我翻了个白眼，这孩子还真是合不食肉糜。你管我怎么租，跟你有什么关系啊？袁旭彻底绷不住了，他捂着脸开始装哭。你说跟我有什么关系？我是你未婚夫啊！我抬手将他的表演打住。我跟唐开颜报错了，他才是你的未婚妻。袁旭从包里掏出一张卡，我不管，我只认你一个，无论你是真千金还是假千金，我爱的就是你江周宁。其实我一直当袁旭是弟弟，之前觉得自己是江家女儿，受江家爸妈供养，自然需要为家族出一份力，哪怕跟不爱的袁旭在一起也没什么所谓。更何况袁家比江家还要有实力，跟他在一起也不算吃亏。但如今我已经不是江家人了，总不能还霸占着这份婚姻赚取江家和袁家的好处。好不容易把袁旭哄走，身心俱疲之际，我闻到一股香味，是从公用厨房传来的，如果没闻错，应该是红烧排骨。我蹑手蹑脚来到厨房，发现寸头帅哥正用自己粗壮又抱起青筋的手臂，熟练地翻炒锅里的排骨。我馋啊，我真是太馋了。我的厨艺不能说是惨不忍睹，只能说是难以下咽。从江家出来后，我就没吃过一顿正经家常菜，
我伸出小脑袋瓜谄媚道：“帅哥，商量个事呗。”他瞥了我一眼，丁卓，丁大帅哥，你能分我几块排骨吗？眼看他的眼神变得冷漠，我立刻补充道：“我可以跟你买。”听到有钱，丁卓缓和了脸色，挑了2块不太好的往我饭碗里一扔，10块。虽然价格有点虚高，但这排骨闻起来确实香。我是为美食折腰，可不是为美色。从那天之后，我跟丁卓有了个不成文的默契，我买食材，他做饭，但我也不是总能吃到他做的饭。直到那时我才知道，他大学刚毕业，有个生病住院的弟弟，可以说他弟弟就是靠钱续命。因为要照顾弟弟，他没办法找朝9晚5的工作，难怪他赚起钱来比我还不要命。那天我刚把袁旭赶走，却发现丁卓有些不太对劲。往常中午这个时间，他早早出门兼职，不会在房间里躺到现在。敲了好长时间门都没反应，我直接推开门进去，发现丁卓赤着上半身躺在床上，浑身青一块紫一块，烧得意识模糊，都开始说胡话了。我赶忙叫了救护车，将他送进医院。这臭小子醒来后第一反应竟然是质问我为什么要送他来医院。我怒斥：要不是我打120，你死在出租屋里都没人知道。他泄了浑身力气一般躺在床上呢喃道：这要花多少钱啊？没钱，就是生病都不敢。你身上的伤是怎么回事？我问。医生说他是被人揍的。丁卓冷笑一声：有个王八蛋喝醉了，看我不顺眼把我揍了一顿，他朋友给了我2万私了。我眉头紧蹙，我没办法说出为什么不报警这种话，毕竟2万块够他弟弟在医院住2个月了。我本来想着，既然从江家搬了出来，就应该和江家彻底断了联系，但犹豫再三，我还是拨通了楚明明的电话。刚一拨通，那边传来杀猪一般的吼叫：江周宁，你有病吗？你跟我也划清界限啊！楚明明是星河影视的千金，也是我最好的朋友。我讪讪一笑：今时不同往日，我不是江家亲生的，我怕咱俩没什么共同语言了。听我这么说，楚明明挂断了电话。刚回到出租屋门口，一个名牌包包直直朝我砸来。袁旭又气又急：楚明明，你有病啊！你打周宁干嘛？楚明明看着我，强忍着不让眼泪落下来。我打这个铁石心肠的王八蛋，什么狗屁阶级？好朋友看这个吗？从江家搬出来的时候我没哭，在出租屋里睡觉被在身上跑酷的老鼠吵醒我没哭，见楚明明这样，我忍不住红了眼眶。他上来拉我的手：跟我走，这地方住不了人，江家不要你，我要。谁说江家不要他的？这熟悉的声音是我大哥江正开，就算爸妈不要我，也不会不要宁儿。这个声音是二哥。楚明明翻了个白眼，我还以为是谁呢，原来是江家的呀。江正开来拉我手：宁儿，跟大哥回去吧，大哥马上要开独奏会，给你留了最好的位置。江燕安把楚明明挤开，别想拐走宁儿，亲情是割舍不断的，你懂不懂啊？楚明明推了江燕安一把：什么割舍不断？你们让宁宁在这吃苦受罪的时候，怎么不想想亲情啊？江燕安刚想开口反驳，袁旭坚定地开口：我未婚妻当然跟我回袁家。场面一度混乱，4人3伙势力打得不可开交。我赶忙出来制止：大哥、二哥，唐开颜才是你们的亲妹妹。江正开掐了江燕安一把，让她逼出几滴眼泪来。我们跟在你身后混了18年了，如今倒是说还有另一个妹妹，你有没有考虑过我们的感受啊？江正开接着补充：我们对开颜也很好，你俩就不能都做我们的妹妹吗？我长叹一口气，如果我回到江家，势必会分走你们对唐开颜的注意力，他会不开心的。他已经替我受了这么多年苦，人不能这么自私。就在这时，楚明明适时开口：我不会的，我只有你这一个嫡长闺，无论你姓什么。楚明明圆乎乎的脸配上一眨一眨的大眼睛，让我一点狠心的话都说不出来。其实我就是知道他会无条件站在我这边，甚至用他们楚家的势力帮助我，才不惜跟他也断了联络。我想凭借自己的能力在世间立足，当然了，有能力后肯定要把他哄回来的。袁旭亮着一双眼，一副选我的表情。我站在他面前一字一句道：袁旭，我不想耽误你，我真的不喜欢你，之前的婚约也都是为了江家，现如今也算是没了枷锁。你是一个非常好的人，值得一个全心全意爱你的人。袁旭哭了，哭得很惨。大哥、二哥实在看不下去，开始劝他。我猜应该是带袁旭到哪个酒吧继续劝吧。出租屋里只剩下楚明明，他还是那副纯真又倔强的模样。江周宁，你要是再不联系我，我就真跟你翻脸了。我抱着他的胳膊一个劲儿撒娇。知道了，楚大小姐，是我的错，我认打认罚。把他哄好后，我翻出丁卓的照片给他看，这个怎么样？楚明明双眼瞬间放大。我去，你在哪找的？颜值、身材、气质都在线。我朝门外挑了挑眉，我合租室友。楚明明一副我全懂了的表情。怪不得你不愿意走，这种水准的帅哥，要是我也不走啊。确实，丁卓无论从长相还是身材都很吸引人，不然我也不能把他介绍给楚明明。但说实话，他的厨艺才是真把我拿捏了。楚明明走后，我拎了2罐啤酒，敲了敲丁卓的门。有事吗？我自顾自坐在他床对面的桌子上。帮你找了个工作，不知道你愿不愿意？赚钱吗？不愧是丁卓，一下就抓住了重点。模特，顺便看看你有没有演技天赋，有的话签你做演员。丁卓眼睛亮了起来，接过我手里的啤酒。谢谢，什么时候去面试？后天上午，明天我陪你逛街，给你买2身好衣服。丁卓摇了摇头。我跟赵哥约好明天去工地，我有几件衣服还没穿过，不用再买了。你能帮我找到这个机会，已经很感谢你了。听到丁卓的话，我不由得心念一动。明明即将要过上不同的人生，哪怕不出名，以星河的造星能力，再加上丁卓这张脸，当个5、6线小明星不成问题。可他还是要坚持干完跟别人约好的工作，还是工地这种又脏又累的活，吃不了苦的人是万万做不来的。他还真的人如其名，顽强拼搏，好似一团炽热的火焰。3罐啤酒下肚，我已经有些飘飘然。丁卓的脸也有些泛红，眼看气氛烘托到位了，我问道：你刚才为什么好像很失落？刚刚大哥他们在的时候，我从门缝里看到丁卓回来了，他朝屋子里看了看，然后垂下脑袋回了自己屋。丁卓自嘲地笑了笑：我很羡慕你。羡慕我？我指着自己，羡慕我什么？从出生开始就被报错，享受了别人的人生，活该被记恨，到头来连自己亲爸亲妈的面都没见过，又有什么好羡慕的？
至少有人是喜欢你、在乎你的，他们甚至在争抢你。我定定地看着丁卓，在我眼中，他一直是为了弟弟冲锋的战士，勇敢无畏，浑身带着尖刺。可此刻，我看到了他的脆弱，他坚强的外壳碎掉了。爸妈分别再婚，他们都不愿意要我跟弟弟，他们觉得我们是累赘。我就勤工俭学养弟弟，谁想到弟弟又生病了，我不可能不给他治病，他是我唯一的亲人，可是我也好累啊。我忽然明白他看着大哥他们围着我的心情，就好像是一只流浪的猫咪看见家养猫咪被捧在手心的那种羡慕。丁卓用胳膊环抱住双腿，将脸埋在膝盖处，我听见他在低声啜泣。我坐到他身边，拍拍他的肩膀道：没关系的，一切都在变好，不是吗？应该是酒精的作用。丁卓的眼泪扑簌簌落下，他的脆弱让我也不受控制。我才18岁，突然告诉我爱了半辈子的家人不是我家人，我其实是个孤儿，怎么能不恐惧不委屈呢？迷迷糊糊之中，我只记得我们俩抱头痛哭。人生真是无巧不成书。我拖着行李到学校报到的时候，正好看到江家人送唐开颜来上学。江母不停嘱咐，跟室友好好相处，吃不惯饭菜可以让王姨送，如果有什么不开心的跟妈妈说。江父在旁边帮落泪的江母擦眼泪，江正开和江燕安则是大包小包，两个人4只手就没有空着的。唐开颜穿着漂亮的公主裙站在他们中间，骄傲的好像一只白天鹅。是啊，就算江家没有钱，他们给孩子们的满满的爱也足够受用一生了。看到这一幕的我说不上是什么心情，失落、委屈又或是羡慕，但我不后悔从江家离开，那原本就该是唐开颜的人生。忽然我眼前一黑，丁卓的声音从身后响起，如果觉得难受就别看了。我抓着他的手臂，将他帮我遮挡的手拿下，这点画面都承受不住，还怎么独当一面啊？丁卓勾了勾嘴角，不知道从哪边出根棒棒糖塞进我嘴里，吃点甜的吧，心情能好点。我故作轻松，不会是你吃过的吧？丁卓顺势跟我闹，是啊，我吃过的。心情好点对我们的处境有用吗？我问。丁卓耸耸肩，别人我不知道，但你江周宁无论心情好不好，都能收拾好自己，然后干翻整个世界。丁卓看向远处，我盯着他的侧脸。其实我一直都知道，我俩是一样的人，野草一般，哪怕只剩一口气，也能长遍整座草原。丁卓约我吃顿好的，在宿舍安顿好后，我刚走出宿舍门，就在门口被一个熟悉的身影绊住脚步，是江父。我故作轻松地上前唤他，爸。江父头上长了几根白头发，眼角皱纹也新添了几条。见到我，他本想热络地将我揽住，手臂却在半空中定住，而后垂了下来。钱还够花吗？爸给你卡里打钱了，但你一分没动，别跟爸客气，该花就花。我亲昵地挽上他手臂，爸，我钱够花，不用担心我。见我跟他没生疏，男人别开脸，用手刮了一下眼睛，还以为我没看见他眼角沟壑中的星星点点。听你哥哥们说，你在外面过得很辛苦，合租的房子都没王姨的房间大，你是爸爸妈妈捧在手心里长大的，你这样叫爸爸怎么忍心？我鼻头一酸，但强撑着哄他，爸，孩子长大了也该独立了，你就当我自立门户，独当一面了呗。听我这么说，江府终于憋不住，低声抽泣了2声。刚刚爸爸看到你了，我们围在开颜身边的时候，你自己站在不远处看着，爸爸心里太不好受了。但如果爸开口了，你妈肯定更崩溃。她刚从你离开家的悲伤中走出来，她把对你的爱和对开颜的愧疚加倍给了开颜，爸不敢让她见到你，是爸对不起你。我拍着江父明显瘦了一圈的身体，爸，没关系的，我鸠占鹊巢这么久，是我对不起你们。江父将我的话打断，是爸妈对不起你们，宝贝，等开颜适应了就回家吧，好吗？爸妈永远都是你爸妈。我没有给江父答复，毕竟我不是唐开颜，我没办法替他预设原谅偷走他人生的人。见我情绪有些低落，原本打算请我吃路边摊炒饭的丁卓咬了咬牙，带我进了家川菜馆，破天荒地点了4个菜。你中彩票了？我问。丁卓伸出一根手指放在嘴边，做了个噤声的动作，然后魔法一般从背后变出一个小蛋糕。我惊喜道：你就是中彩票了吧？还给我买了小蛋糕。丁卓轻声道：遇到你才说我中彩票了。川菜馆人来人往，碰撞声叮叮咚咚。我没听清丁卓说了什么，歪了下脑袋。你说什么？他用手指沾了下小蛋糕，往我鼻子上摸了一下。没什么，快吃吧。分开前，丁卓给了我一把钥匙。这是什么？我问。虽然还没开始磨练演技，但上个假期他已经接到了几个广告，收入情况也比之前好了不少。为了能继续给弟弟送饭，他在距离我们学校不远的地方租了房，也把他弟弟转院到我们学校附近更好的市医院。他说为了感谢我，我可以随时免费住他的出租屋。我言之凿凿道，我不可能住你家的，我已经打算去食堂勤工俭学了。但放下狠话总归是要被打脸的。1个月后，我灰溜溜地搬到了丁卓的出租屋，倒不是和室友不和之类的，只是我发现了比在食堂打工更赚钱的商机。自制酸奶水果捞，校园内免费配送，攒卡片，买8次送1次，买的越多越便宜，同系学弟学妹的折扣力度更大。做水果捞需要工作室，其他地方需要租金，自然而然我把目光锁定了丁卓免费的出租屋。丁卓活好要钱少，工作也很饱和，基本上1个月只回出租屋几次，给了我充分发挥的空间。他唯一的要求就是拜托我偶尔去看看他弟弟丁胜。丁卓早上8点的飞机要飞去外地拍摄，还是起了大早给我和丁胜做了3天的饭，要不是饭菜有保质期，和冰箱实在放不下，我怀疑他能做够1个月的。这是我第一次见到丁胜在病房里坐在轮椅上的男孩。听见门口的动静，丁胜满脸期待地转过头，发现不是丁卓后，又冷漠地转了回去。丁胜，我唤他。他好奇地回头，请问你是哪位？我抬了抬手里的饭菜，我叫江周宁，你哥托我给你送饭。听到我的名字，丁胜的眼神瞬间亮了起来。嫂子，我啊！丁胜大口吃着饭菜，给我介绍着嫂子的来历。我最了解我哥了，他从来没提过其他女生。嫂子，你是唯一一个。你哥跟你说我是你嫂子？丁胜表情十分丰富。那个闷葫芦才不会跟我说呢，除非你俩明天要领证了，今天他才会跟我说。他凑到我跟前儿，我跟他在一起时间最长，我能不知道他想什么？他撅一下屁股，我都能知道他放什么味的屁。话糙理不糙，但这话也太糙了点吧。
那天他竟然让我快点吃饭，我当然很不理解。往常他恨不得让我细嚼慢咽到第二天。我被丁胜充满张力的表达吸引，为什么让你快点吃？他不可思议道，他居然说要回家给你做饭。我说不能我跟你的饭一块做吗？你猜我哥说啥？那个藏不住似的，他说不想让你吃不新鲜的。丁胜义正辞严，事已至此，你如果还不是我嫂子，那只能说我哥不行。边说他还边偷看我，我觉得好笑，拍了拍他肩膀道，那你哥还真不行。丁胜崩溃，啊，我哥单相思啊，价格公道，水果又新鲜。水果捞的生意比我想象的红火，又要做水果捞又要送货，我自己实在忙不过来。丁卓出差回来后，我跟他商量，我问过医生了，丁胜病情稳定了不少，可以经常让他出门活动活动。他看向我眼睛里盛满惊喜，那太好了，但我最近忙，我可以雇你帮我带丁胜多走走吗？我付你工钱。我一拍桌子做伤心状，我们什么关系，还需要付我工钱？丁卓耳廓有些发红，说话也变得支支吾吾，甚至还挠了挠头发，掩饰上扬的嘴角。我们什么关系啊？我起身隔着桌子拍他肩膀，我们是革命战友的关系啊！啊！丁卓的声音有些失落。所以我乘胜追击，我打算让丁胜帮我送水果捞，都是校内的单，距离不远。我问医生了，他完全可以胜任这份工作。啊，虽然我高风亮节，陪伴他不要钱，但是一码归一码，他帮我送水果捞一件给一块，你看怎么样？丁卓眨眨眼，他坐轮椅怎么送货呀？我耸耸肩，就坐轮椅送呗，只需要送到寝室楼门口就行，不需要上楼。见丁卓还有些顾虑，我给他看了段丁胜自己推轮椅的视频，那灵敏的动作，那矫健的身姿，等等。丁卓将视频暂停，他追啥呢？这么着急？哦，漂亮小姑娘。最终在我的软磨硬泡下，丁卓同意了我的请求。外送小哥丁胜正式上岗，他咧着大嘴感谢我，嫂子，多谢你，没把我当残疾人。对于他的称呼，我跟丁卓已经见怪不怪了。眼看着我把一盒水果捞绑在丁胜脑袋上，丁卓露出一个无语微笑。是，他是没把你当残疾人，我看他也没把你当人。随着我的声音愈发红火，丁胜的状态也越来越好。期末考试结束后，我算了算，竟然赚了小10万。为了庆祝一下，我特意买了平时不舍得买的雪花牛肉、金牌肉骨、生猛海鲜。我提着大龙虾，他应该是不舍得离开，奋力扑腾了2下，溅得我一脸水。我呸呸了2声，倒是惹得丁卓满脸堆笑。你嘲笑我？我上前质问。丁卓麻利地处理手中的排骨，嘴上讨饶道：“我怎么敢嘲笑我们江大老板？”他的语气里满是阴阳怪气。你还阴阳我？我怒而上前挠他痒痒肉。丁卓笑着躲避，他一躲，我扑了个空，人差点栽到菜板上。好在他眼疾手快，抓着我的手，愣是将我调转个方向。我的双手实在没地方放，只能放在他胸口上。这胸肌我很满意。四目相对，空气里涌动着暖味。我心跳得飞快，好像小时候第一次赚到钱拿到手里那般欣喜，那种一直以来朦朦胧胧的好感，在四目相对中化成一个清晰明朗的念头。我喜欢丁卓。既然明确了心意，我决定先亲再说，毕竟他嘴唇红彤彤的，看起来就很好亲的样子。我踮脚凑近，丁卓也没躲避，眼看着就要碰上，那一片柔软，门一下被推开。饭什么时候？见到我俩这么暖昧，丁胜立刻闭上眼睛，然后熟练的操纵轮椅转身离开。我还听见他小声道：“死手推快点。”被丁胜打断了暖昧氛围，我跟丁卓开始尴尬的各自在厨房忙碌，直到2杯酒下肚，才觉得别扭感散去一些。医生说过，若是没有明显不适，丁胜可以在家住，但为了给我俩创造机会，他非要回医院。丁卓不放心，推着轮椅把他送回去。家里只剩我一个人，我猛喝了几口酒，想着趁着醉意把丁卓拿下。没过多久，我听见按密码锁的声音，几乎是条件反射。我走到门口等待着，门一开，丁卓穿着黑色大衣站在门外，冷风从他身边刮过，带着他身上独有的味道冲击着我。我的大脑瞬间空白，站在原地不知所措。丁卓进屋，关上门后直接将我搂进怀里，起初是外面的凉意，而后是男人身上的温暖。你为什么抱我？我喃喃着问。其实我心里清楚，但我偏要他说出来。丁卓将头埋在我脖颈，大口闻了一下我身上的味道，然后闷沉着嗓音说：周宁，如果没有你，怕是我们2兄弟早死了。我原本以为会是表白，正满心欢喜的等待着，没想到他说出的话如此沉重。周宁，不仅是因为你把我引荐给星河，给了我赚钱养活丁胜的机会，更是因为你的出现，重燃了我对生活的希望。你如同一个小太阳一般闯入我的生活，你旺盛的生命力和野心，让我意识到人生不必如同一潭死水，经历不公也不必怨天尤人。他的手掌轻轻揉了揉我的脑袋。你也不是故意占了唐开颜的人生，你确实得到了好处，可这并非如你所愿。但你靠着心中一股气力挺过来了，你比我还要坚强许多，也是你感染了我。其实我早就喜欢你了，我知道你也喜欢我，对不对？他的声音带着蛊惑的意味，让我不自觉点了点头。感受到我的答复，丁卓兴奋地将我抱起，转了一圈又一圈，直到我本就眩晕的脑袋雪上加霜后，他才停止，然后又将我抱得更紧，那力道仿佛溺水之人攀上块浮木。他就这么抱着我，久久不愿松开，还时不时确认我是不是因为喝醉了才胡乱点头。得到我一遍又一遍的肯定后，才继续抱着我，笑得像个小孩。那个，能别抱了吗？听到我的话，丁卓一下抬起头来，眼巴巴地望着我。如果非要我形容一下那个眼神，大概就像是怕被主人丢掉的小狗。被他这么一看，我心都要化了。但我确实有更重要的事。我用手指点了点他的额头，笑意盈盈道：都在一起了，还不亲嘴吗？后来想想我这话说的真多余，早知道嘴都快被他亲烂了，我就不多这嘴了。跟丁卓在一起之后并没有什么变化，只是丁胜的那声嫂子喊得更坦荡了些。我让他跟楚明明那边说一声，免得对他的工作有什么影响。楚明明立刻杀到我家，当然了，同时带来的还有袁旭。袁旭拉着我的手声泪俱下：宁宁，你怎么真的背叛我了？宁宁，你不能跟别人在一起。说到动情时，他还想用我的衣服袖子擤鼻涕，被我眼疾手快制止了。我看着楚明明，用眼神质问：你怎么把这家伙带来了？楚明明做无辜状：谁让你给我发微信的时候他就在身边啊？袁旭还在哭，我实在是受不了，大手一挥，让丁胜带袁旭去送水果捞了。他还挺开心，毕竟丁胜那张嘴别的不行，哄人可是一绝。见他俩离开家，楚明明往我身边凑了凑，
我知道他这是要开始八卦了。宁宁，你知道唐开颜也在你们学校吗？想到那天见到他们一家人的情形，我微微蹙眉。知道，在学校见到过。楚明明提高音量。那你知道他学的是什么专业吗？我摇摇头，怕自己对江家留恋太深，有关江家的一切我都故意不去探听。楚明明笑了笑，他们仨不愧是一母同胞，老大喜欢弹钢琴，老二喜欢开赛车，找回去的老三喜欢画画，好一个文体不分家，没一个能继承家产的。江叔叔私下跟我爸说，愁的头发都白了一大把。见我表情不对，楚明明开始找补。我不是那个意思，我的意思是偌大的家业没一个能继承的，江家离不开你，江家。我很小就展露了经商天赋，江父对我很是满意，以至于在发现大哥、二哥没有一点继承家业的想法后，便放任他俩发展兴趣爱好，丝毫没想过我这个女儿会因为医院的粗心大意而报错。当时江家并未发迹，也是凑巧，那天有辆公交车出了很严重的事故，当时车上还有2个孕妇，整个医院的产科都忙着救治那2个孕妇，稀里糊涂的就将我跟唐开颜报错了。我出生后没多久，江家开始发迹，在我还小的时候，江父经常将我抱在膝上，亲着我的脸颊说我是江家的小福星。命运弄人，谁知道原来江家真正的福星在外面颠沛流离。见我情绪低落，楚明明开始转移话题。宁宁，要不你毕业后就来我家公司吧，我爸觊觎你不知道多久了，正好你男朋友表现不错，要演一部现代剧的男二了，我把他的合约给你。我长舒一口气，想将心中的闷痛呼出。不了，我已经打算自己创业了。楚明明用肩膀轻撞了一下我，怪不得拼命攒钱，在这攒启动资金呢，别客气，姐给你当天使投资人。我故意逗他，知道我有天赋，打算在这硬蹭。楚明明立刻接茬，这都被你发现了？不用，我正色道，江家是做高端家具起家的，原本我是打算做这个，毕竟从小耳濡目染，但最近我有些别的打算。什么打算？楚明明凑近，你这个经商小天才，快给我指条明路。也不是什么明路，只是觉得应该可以。你记得我拍着玩的视频吧？没想到竟然积累了几10万粉丝。楚明明一副不愧是你，干什么都行的崇拜表情看着我。有几个商家找我，让我帮他们打广告，这里面有利可图。我觉得如果多吸那些像我一样拍视频的，应该是条可行的路子。楚明明拍拍我肩膀，你说可行就一定可行，我相信你的商业嗅觉。丁卓说我是小太阳，但我觉得楚明明才是真正的小太阳。如果我是个男生，又或者取向为女，肯定会爱上他。我赤裸裸的眼神被他看破，他傲娇的一甩头，干嘛这么看着我？别太爱我哦。我俩在沙发上笑闹成一团。天色渐晚，楚明明再三交代我过2天的生日他要给我过之后，才恋恋不舍地离开我家。大概是怕我第一次不在江家过生日不习惯，楚明明给我筹备了一个非常盛大的生日 party， 还请来了几个小明星助阵，还有几个男模见到我一起鞠躬说姐姐生日快乐，平安发财。吓得我往后退了2步。楚明明还觉得我有些扫兴，在我耳边耳语道，你怎么还把丁卓他俩带来了？我不以为意，我过生日他俩肯定要来呀。他一脸恨铁不成钢，我特意点的男模，我还寻思让他们好好陪陪你呢。我伸手指点了点他脑袋，想什么呢你？他反将一军，你想什么呢？我就让他们陪你喝喝酒，纯绿色无污染。我俩还在这边拌嘴，那边江正开、江叶安哥俩装扮一番，喜气洋洋地拎着礼物进来。见到我，他俩3步并作2步，把礼物塞到我手里后，乐呵呵地祝我生日快乐。我很惊讶，大哥、二哥，你俩怎么来了？你们不是应该陪开颜过生日吗？没等他俩回话，场地的门再次被打开，江父江母出现在我面前。说是不激动是假的，虽然没有血缘关系，但在我心里，我的爸妈就是他俩。没有任何预兆，眼泪瞬间翻涌，这段时间的委屈、恐惧通通袭来，我像是个小孩一样，此刻只想扑进爸妈怀里，痛快哭一场。江母心疼地抱住我，我们宝贝真是受苦了。哭过之后，我才反应过来，爸妈、大哥、二哥，你们都来我这里了，开颜怎么办？能怎么办？一块来呗。随着一道熟悉的声音，唐开颜出现在我面前，我不由得有些心虚。对于他，我总觉得歉疚。那什么，开颜，爸妈他们就是给我送个礼物，马上就跟你回去过生日了。说着，我还给我爸妈使眼色，他俩可倒好，相视一笑，完全不管我的小动作。唐开颜撇撇嘴，看样子这里不欢迎我。楚明明出来打圆场，怎么不欢迎呢？既然来了就都是寿星，正好你俩一天生日，就一块过了吧。我实在不明白这是唱的哪一出，只能稀里糊涂的跟着唐开颜一起吹了蜡烛。吹完蜡烛后，唐开颜一直跟着我，看他明显跟我有话说，我走到一个角落后问，我有什么做的让你不满意吗？唐开颜双手环抱在胸前，确实不满意，你在经商方面比我强太多，但好在我也不差，艺术方面颇有造诣。我不明白他想做什么，只能等着他继续说下去。爸妈试了试我们仨谁能继承家业，结果呢，江正开把公司印章弄丢了，江燕安到公司地天碎了一份非常重要的文件。那你呢？我问。唐开颜尴尬地看向别处，一副不想接话的样子。江燕安的声音响起，爸给他100万，让他看着投点啥。好消息是没都赔光，坏消息是就剩10万。噗嗤，我没忍住笑出了声。见唐开颜瞪了我一眼，我心虚道，抱歉，没忍住。江燕安拉着我的手，宁儿，你快回家吧，我真不想去那个商学院。爸说你再不回来，就找保镖给我硬塞进去。江正开不知道什么时候出现，他拉着我另一只手，宁儿，家产真的需要你继承一下，还有你的2个废物哥哥。我看向唐开颜，生怕他不开心，没想到他一下抱住了我。你也继承一下，谢谢。我张大嘴巴，用眼神询问，什么情况？江燕安哈哈笑了2声，你以为要被扭送学经济的只有我一个吗？唐开颜抱着我的手非常用力。江周宁，我真想继续画画。看着我们4个如此亲密，江父江母非常欣慰，一家6口紧紧拥抱在一起。江父，太好了，我的家业有人继承了。江母，太好了，我的2个宝贝心肝终于和好了。江正开，太好了，可以继续弹琴了。江燕安，太好了，不用学习了，我要狂开8圈。唐开颜，太好了，终于可以安心画画，不用早起背那该死的英语了。事情怎么朝着我从未想过的方向展开？生日聚会结束，江家人再三交代我早点回家住后一起离开。
袁旭虽然还是哭唧唧，但为了我跟丁卓能过二人世界，还是跟楚明明一起把丁胜送回了医院。我在会场扫视一圈又一圈，却没发现丁卓的身影。走出会场，发现他正站在院子里看着一潭池水，灯光打在波光粼粼的水面，又映衬在他那双忧郁的眼睛里。冷气侵袭，他的鼻头被冻得通红，整个人显得格外破碎。我上前抱住他，怎么啦？我问，怎么站在这里挨冻？丁卓声音有些嘶哑，没什么，感觉这样能让脑子清醒点。我敏锐地察觉到他情绪不对，抓着他的大衣让他面对我。为什么不开心？他故作轻松，长舒一口气。你过生日，我怎么可能不开心？你胡说，你明明就是不开心。在我再三追问下，丁卓垂眸道，是我的问题，看见你被那么多人围住，被那么多人需要，而且马上又要回到江家，我患得患失。丁卓很小便被父母抛弃，因为带着丁胜没少遭人白眼，他的经历让他若是决定认准一个人，便如同抓住救命稻草一般，恨不能融入骨血里，永不分离。我抓着他的衣襟，弯下腰从底下去看他的眼睛。丁卓，你知道我是什么样的人吧？丁卓点头，优秀、努力、野心勃勃。我钻进他怀里，让他感受着我的体温。丁卓，我心扉时既然认准你，便是一辈子。丁卓顺势搂住我的腰，我明白的，你好到让我没话说，哪怕你不回江家，靠自己也能闯出一片广阔天地，是我的问题，我总怕我配不上你。我笑着逗他，那你还不好好磨练演技，捧个影帝奖杯回来给我。丁卓将我搂得更紧，还用下巴蹭了蹭我的脑袋。遵命，我的总裁大人。番外，我偶然间发现楚明明跟袁旭打得火热，跟我二哥也有些桃色绯闻。我问他到底喜欢谁，他反问我，不能两个都爱吗？我只是犯了一个全天下女人都会犯的错误，然后他跟我大哥结婚了。这故事的开展我是真没想到。唐开颜笑着夺下我手里的薯片，我都能心甘情愿叫你姐姐，你有什么不能接受楚明明当咱大嫂的？我是凭实力当姐姐的。唐开颜点头，是，你给我开画展了，你是姐姐。我揽过他肩膀，也是你确实有两把刷子，要不然这画展也开不起来。唐开颜赞同，要不说咱爸妈命好呢。我俩相视一笑。关于丁卓当影帝这件事，我发誓当时我只是这么一说，只是没想到丁卓后来真给我捧了影帝奖杯回来，还不止一座。为此，星河和江氏股价大涨。我狠狠亲了丁卓好几口，你真给我长脸。丁卓，好的，身份证准备好了，去领证结婚吧。啊，这么突然？不突然啊，去领证结婚吧。丁胜在旁边默默配合。嫂子，你快答应他吧，他等这一天太久了，你不答应他，他能一直在这絮叨。我暗自腹诽，我怎么记得丁卓在娱乐圈的人设是高冷之花泥？丁卓又扯了扯我袖子，结吗？我被他装可爱的样子逗笑。行，结，全文完。